这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女人已经单身30年了，只因为她喜欢用小皮鞭儿，没有人能在她手底下存活。I hate colleagues。他一脚就把帽子给踢飞了，却被一个不怕死的男人大山接住。女人一下就看直眼了，大山却一脸淡定。他说女人长得不咋地，还挺能嘚瑟。ए मिस्टर, तुझे क्या लगता है तू बहुत बड़ा हीरो है? औकात में रह।大山却说你不就是那个单身30多年的娘们小美吗？我就说了能咋地，惹得众人一阵掌声。小美气得摸了摸小皮鞭，派出手下就要揍他。一群大汉手持武器一跃而下，拿着棍子就冲了上去，却被大山轻松抓住，拽着小腿直接就给他来了个脸部烧烤，然后使劲一抡，将其他几名壮汉全部撞倒，接着指了指小美，又晃了晃屁股。小美气坏了，让手下起来接着上。大山一脚把他踢到起飞，随后右手开始蓄力，一巴掌拍在脑门子上，再次将一群大汉全部撞倒。男人来到他们面前，几名大汉吓得慌张逃跑。他抓起地毯轻轻一抖，加起来1000斤重的几人直接就被掀飞了，然后来到楼上，站在小美面前，抢过她手里的小皮鞭，开始吓唬她。小美被吓得直接麻爪了，她开始跳舞，试图取悦大山，却被大山直接撵下了楼，让她和大家一块跳。接下来就是20分钟的尬舞画面。回到家的小美开始拿古董撒气，单身30年的她从来没让男人拿皮鞭威胁过，越想越来气。她换了一身小短裙，堵住了骑摩托的大山。 ओपन चैलेंज देने का बहुत शौक है ना तुझे? आज मैं तुझे एक ओपन चैलेंज देती हूँ।小美让手下掀开帘子，里面赫然是比她还凶的母老虎。随着笼子打开，老虎一跃而下，冲向了大山所在的村庄。这时猛虎已经饿疯了，百姓们被吓得四下逃窜，而小美却站在屋顶看热闹。猛虎所过之处一片狼藉，小美却笑得很开心。突然，她脚下一滑，直接从房顶掉了下来。此时，猛虎正向一个小女孩冲来，孩子母亲见状，不顾自己的安危跑了过去。老虎开始发动进攻，眼看两人就要葬送虎口，突然一个男人出现，是大山，一个翻滚救下两人，但那老虎正好落在了小美面前，露出锋利的獠牙。小美已经被吓懵了，那小手不停的抽搐。就在这时，大山直接挡在了她的面前。小美一看，怎么事儿？这一刻，她已经彻底爱上了这个男人。大山毫不畏惧，直接冲向猛虎，一人一兽展开了厮杀。那大爪子一下就给大山挠出血了，大山一把推开猛虎，然后破草而出。小美在一旁都看呆了。大山摆出了王者姿态，要和猛虎来一场 solo， 一人一兽再次厮杀。大山勒住老虎，撞进木屋，里面叮当的木板都给干碎了，其中之一飞了出来。小美一脸焦急的看着，突然布单被掀飞，是大山，他没事儿。猛虎再一次扑来，大山一个蓄力，使出1000斤重的拳头，哭哧就是一炮子。老虎彻底被打服了，像只小猫一样趴在地上，看着比他还虎的男人，他决定要给大山当小弟，而大山不乐意，让他滚回去。老虎一听，蔫了吧唧的走了。随后，大山对着小美一顿小批评。经此一事，小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并没有反驳，甚至爱上了这个比虎还虎的男人。第二天，大山再一次被小美拦住，本以为是小美又要整什么幺蛾子，没想到小美让他快跑，说自己的父亲大海雇了超级厉害的杀手。可大山不信，此时杀手已经到了，情急之下，小美挺身而出。只听噗呲一下，再看他的表情，应该是扎上了，然而并没有，是大山用手攥住了钢刀。那杀手使出吃奶的劲儿，他拔不出来。大山一下夺过钢刀，吓得他们撒腿就跑，没想到还有一个胆大的，结果随后，小美撕下衣服帮他包扎了伤口。就这样，两人王八瞅绿豆对上眼了。接着又是20分钟的尬舞。另一边，大山的姐姐大美嫁给了小美的堂哥小海，本以为是嫁入了豪门，没想到却遭到了家暴，甚至动用了小皮鞭。大山得知后就要去揍她，却被母亲一把拉住，因为在当地有一个规矩，只要嫁出去后，一切都要听丈夫的。大山是空有一身力气，没地方使。这时，小美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。女人为了帮助男友，打算骗父亲。她先是在父亲面前假装特别能吃，再拿着孕妇书来回晃悠。父亲终于察觉到不对，知道自己有外孙的消息，大海很开心。可当小美说出大山的名字后，那老脸都抽抽了。他怕女儿遭到虐待，在大山面前表现得低三下四。然而大山却提出了一个要求，他要自己的妹妹同样得到善待。果然方法很奏效，甚至给妹妹做起了足疗。大山再次提了个要求，他让大海交出霸占村民的土地。大海为了女儿也只能照做。此时小美把大山拉到一边，说他戏演得非常好。大山说还是你的主意好。没想到他们的谈话被小海听见。不久后，大海就带着手下杀来，身后还跟着一辆大卡车。
车门打开，从里面下来几十名壮汉，甚至有人竟然拿着把大铁锤，其中一人直接冲了上去，大山哭哧一拳把他干回原地，嘴角溢出鲜血，直挺挺的倒了下去，接住背后来的拳头，顺势把他轮飞一顿转圈，周围的卡拉咪全部倒在地上，又是一群人冲来，大山握紧了拳头，哭哧一脚全部蹬飞，一拳搂倒一个，一巴掌山转圈一个，双手一出，两人全部倒下，抓住胳膊一拧，用脚一蹬，哭哧就是一重拳，那拳头根本就停不下来。最后他奔着大海而去，却被大锤的胸肌挡下，大山的表情尴尬极了，又是连续的几下重拳，那大锤竟然纹丝不动，他一脑门子把大山顶飞，直接薅起大山一甩，把他轮飞出去10来米。大山彻底怒了，抓起旁边的大马车，使出洪荒之力，竟然硬生生的拿了起来，随后向前扔出，那群大汉全部被撞飞。这时大海竟然抓住了他的母亲，没想到竟被人偷袭，那大锤拿着大铁锤站在后面，紧接着又是第二锤将他打倒。就在蓄力一锤将要落下时，突然一只猛虎从后面窜出，是大山放走的那只回来报恩，他一口就带走了大锤。比虎还虎的男人也彻底觉醒，随后他拿着2个大铃铛，一人一虎朝着人群走去，他们开始了疯狂的还击，每一铃铛下去都会有一人倒下，那大铃铛对着小海一顿砸。